美国发布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猛爆了一批狠料，对中国不吹不黑的对手，才是真正需要担心的对手。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前几天，美国发布了2021年中国军力报告。今年这个报告呢，是爆了不少的猛料，很值得关注。其实从2000年开始，美国呢每年都要出一个中国军力报告。这个报告主要是对中国的军事能力和潜力、发展前景、战略战术等等进行分析研究，也是美国人制定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我们把这么多年来美国出的这些中国军力报告呢，都拿出来重新翻一遍，很有意思，也能看出来中国军力、中美关系发展的变化过程和走向，以及面对中国军力发展，美国在亚太地区未来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毕竟美国怎么看我们，也是我们分析美国未来行为的重要依据。那么今年报告里边呢，爆出几个猛料，基本上是围绕中国的战略打击能力的，认为中国的核力量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美国的预期。那么以前报告里边预计中国人民解放军到2020年会开始逐步完善三位一体的核打击能力，结果呢，2021年报告说了，别等2020开始了，到2021年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就比美国的预期大幅度提前。其中呢，解放军陆基、洲际弹道导弹数量，美国人认为暂时没有什么变化，但是东风17去年实现了作战部署，东风26虽然增速降低，但是一直也在稳步增长。另外，解放军可能要出现一种新型的弹道导弹，叫东风27。对东风27，美国人的描述是一种洲际弹道导弹。至于海军呢，到了2030年，解放军可能拥有8艘弹道导弹核潜艇，而相应的，如果巨浪3潜射弹道导弹完成研制的话，就能够让中国的核潜艇在中国本土岸边直接打击美国。空军方面呢，说解放军试射了空射弹道导弹，这样中国新的三位一体核反击能力就基本上都成型了，陆基、海基、空射各种弹道导弹都齐备。而且呢，中国空军不仅有轰20隐身战略轰炸机，还在搞一种中型隐身轰炸机。当然了，这美国这些情报信息怎么来的，我们不清楚，恐怕有些型号连我们自己都没听说过。很巧的是，前几天美国有研究机构通过商用卫星照片也发现了中国沙漠上前一段时间出现的那几百个神秘建筑，有的已经开始往里装东西了。如果说那些建筑真的是什么风力发电机基座的话，恐怕装进去的东西能给全世界黑暗的地方送去光明的。另外，美国也认为中国核弹头数量的快速增加超过他们预期了，到了2027年，中国的弹头数量可能到达700枚，而且以前老说中国弹头有多少，其中200枚能够打到美国，现在就报了个总数，不再讲其中哪些能够打到美国。所以有些美国媒体都怀疑，是不是你说2027年这700枚全都能够覆盖美国的？而且他们预期到了2030年，我们核弹头的数量会超过1000枚，而美国自己现在处于值班状态的，随时可以开火的弹头也才1000多。当然了，报告还涉及到了解放军的方方面面，包括了我们的各项发展改革以及部分的阶段性的能力不足。那么这么一份报告提出来，必然会影响到美国的战略决策。比如说，按照中国的能力发展，美国应不应该、敢不敢干涉台湾问题，能不能够承受跟中国发生战争带来的损失。包括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刚刚说世界进入中美俄3级时代，加上他以前说的中美不能开战，这些话是忽悠还是真的有客观依据？特别需要了解一点啊，不要以为这个报告就是美军朝国会要钱用的。我们平时这么开玩笑可以，但是心里要明白一点，这个报告比较有权威性。虽然说美国搞过很多这样的报告，都是受到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影响，不可能做到完全正确，肯定有不少主观成分。但是总体上，这份对中国的军力报告这么多年来基本能做到不吹不黑，客观公正。比如说我们去印度洋巡航，美国人报告里就写过解放军干得非常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说解放军不断强大，能够推动区域和全球和平，有利于中美之间的合作。我们有些技术、有些装备如何发展，这个报告每年也会连续跟踪。这么多年下来，一直这些专业人员做得非常认真。相比之下呢，我们有些个所谓专家态度就显得非常轻浮，
有人就说过嘛，这个报告不用看都知道，都是从中国的军事论坛上 Ctrl+C、Ctrl+V 抄的。这个报告就是冷战思维，要嗤之以鼻。问题是你自己都没看这个报告，你怎么知道的？而且呢，就是这位专家自己转发什么094C 核潜艇前身超过1500米，巨浪3射程22000公里这种谣言，他自己倒是挺积极，一点识别能力都没有，还把很多他身边相信他的人都给坑了。这至少说明美国人是在认真的做调查研究，分析我们的优缺点，寻找各种竞争、对抗与合作可能性。美国的专业机构没打算自我欺骗，这种态度很值得尊重，也很值得我们警觉。而我们有些人不肯认真的看清对手，只凭着情绪去判断和贬低，糊弄自己、糊弄观众，都成了肌肉记忆了。这样的态度上了战场是要吃大亏的。好，美国2021中国军力报告给我们展示了解放军什么样的发展潜力，这个报告到底有多少含金量？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说。